一口气就能治愈伤痛。杨咩咩的小动作让人泪目，意外的伤痛悄然降临。人生有时就像一场猝不及防的雨，总在你最放松的时候泼洒下来。那一天的午后，阳光正好，鱼龙和朋友们的笑声在公园里飘荡，他们追逐嬉闹，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光。然而，命运往往喜欢在欢乐之中悄悄藏下一个小考验。一阵奔跑中，鱼龙被不经意间突兀的金属边角划破了胸口，鲜血渗出，带来一阵刺痛。他本能地咬紧牙关，不让别人看到他的痛苦，可眼角却难掩失落。外在的创伤也无声牵扯着他内心那片柔软，温柔地靠近，打破坚强的外壳。就在大家惊呼不已时，杨咩咩悄然来到他的身旁。他步伐轻盈，没有多余的话语，只用一双温柔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鱼龙。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手忙脚乱地递纸巾或叫喊，而是俯身，像春天的微风一样靠近。他强忍的微笑，在他的关切目光下悄然融化。那一刻，鱼龙发现有一种力量比任何安慰都来得温柔，那是无需言语的陪伴，是发自心底的关怀。细致入微的关怀胜过千言万语。杨咩咩什么都没说，却用极其细致的动作轻轻地拂去伤口边缘的灰尘。他的指尖温柔如雨，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小心翼翼和不舍。那一刻，鱼龙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疼痛被减轻，更多的是一份无声的呵护。他的安静，他的体贴，他的专注，让这个瞬间变得宁静而温暖。空气仿佛都安静下来，时间也为他的动作驻足。鱼龙的心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毫无防备地柔软下来。吹气，最柔软的治愈力量。当所有人都以为杨咩咩会找药水，会包扎时，他却突然弯下腰，低头凑近伤口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轻轻地像呵护婴儿般地吹向伤处。温热的气息带着淡淡的香甜，轻柔地掠过皮肤。那种感觉既像是一股微风，又像是一抹暖阳，既治愈了肌肤，也抚慰了灵魂。鱼龙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然后委屈和疼痛在那一瞬仿佛消散无踪。所有围观的人都愣在原地，空气一度凝结，谁都舍不得打破这份神圣的温柔。破防，坚强背后其实是渴望被爱。鱼龙是朋友眼中的大男孩，总能一笑而过，再大的痛也不喊疼。可杨咩咩的这一口气，却让他所有的坚强瞬间崩塌。他突然明白，有时候人之所以拼命逞强，不过是怕被忽略，怕没人关心。而温柔的治愈，哪怕只是一个细节，就足以让人泪目。那一刻，鱼龙的眼眶湿润，所有的防备都化为乌有。他拼命眨眼，却怎么也掩饰不了内心的波澜。大家的注视下，他仿佛变成了最需要呵护的孩子。网友沸腾，神操作激起全网热议。现场有人将这一幕拍了下来，没多久就发到了网上。井号杨咩咩神操作，井号迅速登上热搜。无数网友留言，屏幕被温柔治愈，想被吹气这样的评论刷屏。有人打趣道，以后谁受伤都要请杨咩咩来一口气。也有人感叹，这世上最暖心的不是药，而是一份关怀。无数网友在弹幕里分享自己的被温柔治愈的经历。那一刻，杨咩咩不只是治愈了鱼龙，更点亮了无数人的内心世界。一个小小的举动，成了全网热议的奇迹。温柔的力量比任何语言更有穿透力。随着视频不断传播，越来越多人关注到这样细腻的温柔。有网友留言，世界太喧嚣，温柔才最珍贵。也有人说，一句安慰抵不过一个实际的小动作。温柔的力量从来不在于声势浩大，而在于悄然渗透心底。杨咩咩那一刻的专注，成为许多网友心中的理想型。大家纷纷表示，生活最让人感动的，恰恰是这些无需多言的默默守护。无数屏幕前的心灵，被那股温柔的气悄然治愈。鱼龙的心路，伤口治愈，心灵被点亮。身体的伤口很快结痂愈合，可鱼龙的内心却久久难以平静。他经常想起那天杨咩咩蹲下来的瞬间，想起他专注的神情和那一口带着温度的气。每当他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压力，
感到无助时，他都会回忆起这份温柔。他渐渐明白，有时治愈并不在于神药，而在于心灵的陪伴和被理解。正是这一天的经历，点亮了鱼龙前行的勇气，也让他学会了温柔待人。爱，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柔。不久后，有人采访杨咩咩，问他为何会选择吹气。他腼腆一笑，说：小时候妈妈也是这样帮我止痛，我想把这份温柔传递下去。这一句话再次温暖了无数人的心。原来，真正的爱从来都藏在细节里，不需要轰轰烈烈，不需要惊天动地，只需在意，只需一点点用心，就能融化人的坚冰。这世上，温柔是最有力量的良药，也是最珍贵的守护。治愈的奇迹来自善良与共情。或许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受伤和孤独的时刻。杨咩咩的举动之所以引发全民共鸣，正是因为那份共情与善良。每个人都渴望在最脆弱时，有人给予一丝温暖。有人留言，我们终其一生寻找治愈，其实温柔就在身边。还有人说，温柔本身就是一种奇迹。生活不易，但只要我们彼此善良、共情，点点星光便能汇聚成温暖的银河。生活中，我们都需要一口温柔的气。生活的压力，工作的琐碎，成长的烦恼，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。正因如此，我们都需要那一口温柔的气。它可以是一句真诚的问候，一句简单的安慰，也可以是一个理解的眼神，甚至只是静静的陪伴。杨咩咩的一口气，看似简单，却在全网引发巨大共鸣。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温柔天使，不需要特殊的技能，只需多一份在意和善良。温柔的传递，点亮世界的希望。温柔是一种可以传递的力量，就像水面的涟漪，从一处扩散到远方。因为杨咩咩的一个小动作，很多人开始反思和学习如何关心身边人。有人学会了给朋友送去拥抱，有人开始给家人更多耐心。温柔并不昂贵，也不稀缺，它只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和给予。当我们都学会温柔待人，这个世界便会少一些冷漠，多一些温情。鼓励更多人做生活中的治愈使者。也许你不会吹气，也不会包扎，但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成为身边人的治愈使者。在朋友难过时，静静地坐在他身边；在家人疲惫时，送上一杯热茶；在同事加班时，递上一句鼓励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，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。让我们都学会在平凡中施以温柔，把善良和关爱悄悄洒满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感恩温柔，拥抱生活。回首那一天的阳光、喧闹、疼痛与温柔，于龙的心里已悄然长出一片新绿。他懂得了感恩，更懂得了付出。人生的路上，我们都在学着坚强，也在学着温柔。你经历过的温暖，终有一天会成为你照亮别人的灯塔。而你给予的温柔，也会在某个时刻悄然回到你身上。就像杨咩咩的吹气一样，一圈圈传递下去，最终温暖了整个世界。感谢与互动邀请，感谢你认真的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曾被温柔治愈，或者有属于自己的温馨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大胆分享你的感受。你的每一次评论，每一个点赞，都是对温柔世界最美的回应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，记得关注、订阅，和我们一起让更多人感受到温暖与感动。让我们在平凡生活中携手成为彼此的治愈使者。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故事和想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